啊，这么冷啊！这要是掉下去，肯定冻死了。不管了，试一试才知道。 说，万灵院的小仙童掉进去片刻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神尊，我的药炼成了，你看我跳进去没死。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洞拿药了，我可以给你炼药的。你大半夜来这边就为了试药性？小仙这才练了第7路就炼成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有炼药的天分啊？这里冷，起来吧。 哦，对，神尊可不能冻着，赶紧走吧。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神尊，你等等，小仙。什么？你是说你炼的那个大药丸是给神尊的灵药？是啊，我昨夜试过了，吃了我炼的丹药，再往月泉里游2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神尊也是看到的，他还亲口告诉我说我很有炼丹的天分呢。灵犀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不用再看药王洞人的脸色了？当然了，哦，不只是给神尊的灵药，以后你们想要什么，延年益寿啊。 增补修习呀，解毒疗伤的仙丹，我都可以炼给你们的。真的啊，太好了，灵犀。灵犀，你确定神尊说你有炼药的天分，不是扛冻的天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觉得你那个大药丸，跟神尊的灵药也差太多了吧？差哪儿了？我可有书为证。 我都是按照书上说的练的，分毫不差。喏，你看，云峰上神，是吧？云峰上神，这是看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灵犀的药书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岩心花，是炼制驱寒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。可惜此花极为难得，踪迹难寻。一甲子才开花1次，开花之后需立刻摘下，半日之内需以特殊手法炮制，否则就失效了。我这次时间不够，只得用逐日鸟的尾羽来代替。 效力是大大不及岩心花的。哎，上神，上神不是要找我们家神尊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神尊，师姐炼制的新的驱寒丹送来了。神尊，请吃药。你的丹药呢？既然证明药效都差不多，就不要浪费。有了师姐炼制的仙丹，
你还愿意吃我炼制的丹药？都是一样。那神尊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仙炼制的仙丹。仙丹？嗯，为何如此之大？小仙是第一次炼丹，还做不到像师姐那样炼化自如、凝丹随心。不过神尊，你放心，小仙炼的丹药的效力虽然不及师姐，但也不差的，你就放心服用吧。神尊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别浪费了，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神尊，你要是觉得这不方便服用的话，小仙特意为你准备了刀和筷子，你可以把它切碎了，慢慢享用的。那小仙就告退了。小白，这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还是你眼光好，知道我这是好东西。那就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，炼出仙丹来给你吃，保你一举成为神圣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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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奇怪啊，去哪儿了？小白。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小白，这里是洗仙池。我听13说，犯了错的神仙会被人从这里扔下去，洗去仙骨，重归凡尘。你本来就来自下界，如今还是从这里回去吧。小白，以后不管是做人，还是做小狗，
你都要聪明一些。人分好坏，神仙也一样，有舍异己为众生者，也有阴险歹毒、欺软怕硬、自私自利的。你也太笨了，白白跟了我这么久，也分不清好坏，就这么着了别人的道。小白，去吧。好几日没看到小白了。灵犀，小白前几日在你屋里吗？那他去哪儿了呢？你们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他出去玩，饿了自然会回来了。唉。 现在狼心狗肺不爱来我们福音殿的哪只是狗，人更多。就那个袁同上仙，神尊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来我们福音殿那可勤着呢。结果神尊一被禁足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。说起来，这袁同上仙也挺让我失望的。昨日我出去办事，还看到他和紫光方生两人一起跟在天雷真君身后。 亦步亦趋的，很是亲近。势利小人，以后这种人来我们福音殿，直接放狗咬他。狗在哪儿呢？这小白都不回来了。灵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这么大个院子，现在就剩我们3个人，你还成了个闷葫芦。司命，不知几位仙君来我们福云殿何事？可是找我们家神尊？他们来能有什么好事？仙子可否代为通传？我等有事求见神尊。神尊，神尊，上神，普华仙君，上神，我等前来通告上神，3日之后4时，请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届时，天君和诸位上清尊者也会前往。
希望上神不要迟到。公审？凭什么公审我们家神尊？上神撕毁战报，天宫万余名仙者联名上奏，要求重审幽都山一案。就凭这，审不得吗？上神，天族乃6界之首，没有法度不成方圆。本座执掌天宫刑法，职责所在，望请见谅。知道了。好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，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块儿了？疼，轻点。我也是在大殿向天君奏事。这普化仙君来了，天君让我同他们一起来，我能如何？切！神尊，还有一事，天雷真君向天君进言，也是3日之后要迎元征的遗宝进功德殿。天君同意了。同时，他还请求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什么？他是疯的吗？天君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天君答应了。什么？天君这个老糊涂，我看他真的就是……但是天君也说了，等到神尊公审结束之后，再行定夺。定夺？定夺个屁！你就少说2句吧。3日之后4时，请上神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到时，也要迎元征的遗宝入功德殿，同时还会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